我和妹妹是京城第一名妓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被称作绝代双姝。北平侯世子对我们一见钟情，撒下千金为我们赎身。老鸨让我们抓阄决定谁嫁于世子谢思安。没等妹妹讲话，我直接跪在地上。我自愿留下来陪在妈妈身边，让妹妹嫁给世子吧。只因上一世我抓阄抽中机会，欢天喜地嫁给了世子爷，而妹妹待在青楼的第3年，被一个阉人生生折磨致死。临死前，他给世子寄去密信。世子面上不显，可事后他却在我饭中下迷药，把我押到妹妹墓前，逼我下跪赎罪。他还不解气，甚至剪断了我的舌头，砍掉我的四肢，把我做成了人质。若不是你当初抢走了青青的机缘，他怎么沦落至此？我要你尝遍青青受过的痛苦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抓阄那天。这一次，我放弃了抓阄的机会，转身嫁给了下贱的马夫。听到我自愿留在万花楼赚钱，老鸨和柳青青俱是一脸震惊。你可想好了？你当真要放弃这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？仿佛仍能感受到四肢百骸被砍断的疼痛，我闭了闭眼，咽下所有情绪。妈妈，我想好了，我留在这儿。老鸨眼中一喜，他佯装迟疑，推脱了一会，最后还是点了头。唉，诗诗，你愿意这么想再好不过了。我强撑起笑容，刚起身准备离去，闺房的门被来人焦急的一脚踹开。来人一把抱住柳青青。素来高贵清冷的谢思安第一次情绪失控，红了眼眶，他声音里带着哽咽和失而复得的真实。还好赶上了。随后他转身看向老鸨，不用抓阄了，我心中只有青青一人，我要娶青青为妻。赎身钱早就给你了，卖身契拿来。老鸨一愣，随后恭恭敬敬地把卖身契递上去。谢思安看都没看一眼，就把卖身契撕得粉碎。我看着纷飞的碎纸，心中明白，谢思安也重生了。见我久久不动看着他，谢思安冷笑一声，终于施舍了我一个眼神。白诗诗，你个贱女人，根本不配肖想世子妃的位置。这辈子，我就算是娶条狗也不会娶你。他的眼神冷漠，不带任何温度，和上一世他面无表情砍断我四肢时一模一样。我不由浑身一颤。老鸨轻咳一声，笑着打圆场。世子爷莫要动气，诗诗已经主动要留在花楼了。谢思安愣了片刻，随后眼神亮了起来，他虔诚地吻上柳青青的唇。青青，我终于可以如愿娶到你了。他眼中的柔情仿佛要将人溺死在其中，我看着只觉得心脏被针扎了一样。这样的眼神我从未拥有过。见他们二人气氛正浓，老鸨识趣地拉着我出了闺房。可在我和上屋门前，谢思安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晦暗，尽是探究。老鸨迫不及待回去数钱，随意叮嘱了我几句便要离开。我喊住他：妈妈，若再有人来娶我，赎金何事你就同意吧。他身形一顿，见我神情坚定，他最终骂骂咧咧同意了。知道了，你俩都是小没良心的。我扬起笑容，心中的忧虑沉了下去。我知道万花楼老鸨虽爱钱，却从不喜欢强迫姑娘委身恶臭之人。他真心希望姑娘们有个好前程。这几日，我日日待在屋中练琴，却意外被楼下客人的哄闹声惊到，琴弦崩断，割伤我的手指。我皱眉往外看去，发现是小厮在抬柳青青的聘礼，80台聘礼一台接一台的被搬进万花楼，光是那礼箱就描金坠玉，红绸刺目，尽显皇家尊贵。我眼眶止不住的泛酸。上一世成婚时，谢思安并没有给我准备任何聘礼，我问他时，他皱着眉，语气不耐烦：给你赎身，本就花了5000两，哪里还有多余银子准备聘礼？可如今听着老鸨声调高昂念着聘礼单子，我心脏刺痛，露出苦笑。正当我收回心神准备回屋时，却被柳青青喊住了。她挽着谢思安向我走来，脸上全是得意和挑衅的笑。我和世子大婚的日子定在5日后，姐姐莫要忘了来参加。我张了张嘴，便准备拒绝。柳青青凑近我，扯起不怀好意的笑。姐姐若是不识抬举，我不介意求了世子爷让你去伺候张老爷。我瞳孔一缩，不可置信看着眼前两人。张老爷是个阉人，身体残缺，因此最喜欢用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来折磨人。从他房中抬出来的姑娘，往往浑身淤青，下体溃烂。若是我落在他手中，只怕性命都难保住。我不敢相信他居然拿这件事威胁我。同为姐妹，他与我都知道这份生计的不易，强忍着寒意，我点了头。他看向我头上唯一的素簪，笑得天真。不日妹妹大婚，姐姐应该送我新婚之礼。我看
姐姐头上的簪子不错，不如赠予我。这簪子是父亲生前留给我的遗物，他亲手所刻，又跪拜99台石阶求佛子赐福。父亲赠予我时，曾说愿此物护我永生顺遂。即便后来拥有了更华贵的首饰，我却始终只戴这只素簪。这么多年也早已习惯，所以我几乎下意识拒绝道：“这个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，只是他人留给我的念想。若是妹妹想要，改日我给你寻一个更好的。”可柳青青瞬间落下眼泪，她声音哽咽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姐姐是因为嫉妒我嫁了世子爷，才一个簪子都不舍得相赠吗？都是我不好，可我只是想得到姐姐的祝福啊！她哭得梨花带雨，谢思安心中一软，轻声安抚着柳青青：“既是青青想要，去拿便是。他不敢不给。”曾经承诺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谢思安，此刻冷冷看着我，将我定在原地。我想起谢思安毫不留情把我扔进人堆里的狠厉模样，终是不敢反抗。柳青青娇笑着，便伸手去拔簪子，她动作粗暴，生拉硬扯，生生扯掉了我一小块头皮。伸手去摸，已有鲜血冒了出来，我疼得倒吸冷气，连忙制止她，将簪子递过去。就在簪子要放到她手中时，柳青青眼中闪过的恶意，她手一缩，我急忙伸手去接，可终究晚了一步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簪子摔在石砖上，断成几截，头涌起一抹腥甜，再也控制不住。我抬头愤怒瞪着柳青青，柳青青佯装吓到，她扑进谢思安怀中，眼眶一红：“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打我好不好？”她的声音很大，万花楼中的客人顿时围过来指指点点。想不到白诗诗私底下这么狠毒，一看就是经常对柳青青非打即骂。现在为了身外之物，居然还想动手，怎么这般恶毒？就是，那世子爷哪里是他配肖像？哼哼，这种恶毒的女子根本不配京城第一名妓的名头。对，就应该下来。心脏酸痛，没有理会周围人的冷嘲热讽，我俯身将碎玉捡起，可谢思安冷笑一声，步步紧逼。他粗暴地将我从地上扯起，攥紧了我的五指，随着骨头一声脆响，他生生将我的右手折断了，五指连心，我疼得眼前阵阵发黑，可心间的疼痛更甚，我紧咬着银牙，不肯发出声音。谢思安俯下身，声音阴沉，在我耳旁低语：“别再搞这些下作手段，若是让我再看见你欺负青青，就不只是断手这么简单了。”谢思安挥散人群，带着柳青青离开了。我看着无力垂下的手指和碎掉的玉簪，再也控制不住，痛哭出声。我本以为此事过去，柳青青再不会来找我麻烦，可我没想到，第二日醒来时，我就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屋内，动弹不得。素白纱衣被扯开半边，露出雪白的肩颈和半抹酥胸。张老爷肥面泛着油光，黄牙开合间便是污言秽语。想不到这白诗诗看着清纯，实际上浪荡得很呢。柳青青娇笑着把张老爷推向我，那老爷，您就好好享受。我恨恨看着他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你不怕妈妈知道了生气吗？他红唇一勾，眼中尽是恶毒的快意。2日后，我便是京城里尊贵的世子妃，有谁能奈我何？他凑近我，娇声开口，声音猖狂又得意：“姐姐不如操心一下自己待会儿如何伺候好贵人吧，怕是要不好过呢。”我心念俱灰地看着张老爷向我走来，撕碎我的衣服，用尽百般花样凌辱折磨于我。这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就这么死了也挺好，至少不用再受折磨了。等柳青青再过来时，我已如同死物一般瘫倒在床上，我的食指指甲被生生拔断，腰腹处是滚烫的蜡油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肉。他拍了拍我的脸，轻柔道：“我的好姐姐，你怎么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了？”我忍着四肢百骸的剧痛，咬牙质问：“你为什么对我处处为难？明明我都把嫁给世子的机会让给你了。”柳青青面色沉了下去，她冷哼一声：“为什么？就因为所有人都偏心你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上一世是妈妈提前告诉你要选哪个了吗？你知道我上一世经历了什么噩梦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被这个阉人生生折断了四肢，了整整2个时辰。没有任何人来救我，而你呢？你霸占着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过着荣华富贵的人生。我的好姐姐，也该轮到你尝尝被折磨的滋味了。”我不可置信，相伴数年的姐妹居然恨不得我死。我强忍着哀痛，抬眼看她。妈妈从来没有在抓阄上做过手脚。既然你和我都是重活一世，又怎么会不知道我上一世被谢思安折磨致死？若是我知道你会遭遇这些痛苦，我绝不会让你留在万花楼。柳青青嗤笑一声：“
现在装菩萨心肠，太晚了。下一刻，他向后倒去，腰腹重重撞在木柜，身上青紫一片，他跌坐在地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谢思安便猛地推开屋门。他神色担忧地看着青青，仔细检查了他身上的伤口，见伤势不重，他冲上来一脚狠狠踹向我的肚子，我摔在地上，额头磕在窗沿，眼前一阵晕眩。白诗诗，谁给你胆子动青青的？他扬手就是一巴掌，我被打得偏过头，唇角溢出血丝，我疼得闷哼一声，却死死咬着唇，不肯低头。可下一刻，谢思安抽出匕首，寒光逼近我的脸，剧痛自额角炸开，温热的血瞬间漫过眉骨，顺着脸颊流下。我伸手摸过去，发觉他亲手在我脸上刻了个奴字，他眼神冰冷，如同看着一个仇人。不识抬举的贱人，今日只是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，若是再敢以下犯上，我不介意再杀你一次。说完，他一脚踹向我的脊背，让我跪在柳青青面前，我的脑袋被狠狠地撞向地上，到最后我狼狈瘫倒在地上，任由他发泄怒火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我擦掉嘴角的血迹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踉跄着穿过回廊。我来到了万花楼的马厩，月光下，一个高大的身影正在给马匹添草。听到脚步声，他立刻卑微地低下头，姿态谦恭的近乎卑微。我轻声唤道：“沈墨。”他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那张黢黑的脸上尽是戒备。我知道，这个在万花楼做了10年马夫的下人，其实是前内阁首辅沈大人的嫡长子。上一世，沈家因党争失败，全家被发配充军，流放宁古塔，而则被母亲提前送出沈府，侥幸捡回一条命，但从此不得透露身份，只好躲藏在万花楼当一个卑贱的马夫。但只有我知道，没过几年，他父亲便官复原职，派人将他从万花楼接走。后来他更是屡建奇功，平定边疆，甚至还被圣上亲赐镇北王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单刀直入：“我知道你的身份。”他的瞳孔骤然收缩，手中的草料散落一地。我向前一步：“你父亲是前内阁首辅沈大人，因党争被陷害，含恨入狱，而你全家被发配充军。你母亲为了救你，将你送到万花楼当马夫来掩人耳目。我知道你父亲是被陷害的，我有办法可以帮你父亲平反。”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那双总是低垂的眼睛此刻锐利如刀。我继续说道：“但作为报答，你得娶我，带我离开这里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？”沈墨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要拒绝时，他点了头。好，我娶你。当天晚上，我便搬进了他破旧的茅草屋中，没有花轿，没有喜宴，简单的仪式后，我们成了夫妻。我把这么多年积攒的银子交给他，让他帮我赎身。老鸨虽然不舍，但承诺在前，他只能同意。3日后，谢思安在醉仙楼大摆筵席，迎娶柳青青，而此时的醉仙楼宾客络绎不绝，热闹非凡，无数人到场想一睹京城名妓的芳容。谢思安和柳青青行过跪拜礼之后，有些心不在焉，他心神不宁，直到所有仪式结束，他才终于有时间找到老鸨。怎么不见白诗诗？她去哪儿了？老鸨看着他凶狠的表情，叹了口气：“诗诗，她早就离开了万花楼。她说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让她留恋的了。世子既然娶了青青当世子妃，就好好过日子吧，别再伤害诗诗了。”谢思安只觉得心中一痛，思绪纷乱。他不敢相信我就这么离开了。就在他崩溃之际，有客人经过他们小声嘀咕：“京城绝代双姝都已嫁人了，可惜了，再也见不到这样的美人了。”谢思安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臂，不可置信地质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什么叫绝代双姝都嫁人了？”那客人被打扰，本阴沉着张脸，但见到是世子，他脸上连忙堆起笑容。世子爷，您不知道吗？就是万花楼头牌白诗诗啊，听说她嫁了一个家奴，这件事在京城都传遍了。谢思安只觉得一道雷砸在他心口上，他耳边嗡鸣声不断，他不敢相信那个一心一意的白诗诗，对他不离不弃的白诗诗，突然就嫁给了别人。他踉跄几步，声音嘶哑，怒吼道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上一世相知相伴5年，他十分了解白诗诗，他知道白诗诗的生活里除了他不会有任何男人，他怎么就另嫁他人了呢？可忽然间，他想起来这几日他跪在地上认错，额头磕得鲜血淋漓，想起来了玉簪碎掉时他眼中的绝望和痛苦。甚至他想起来上一世他亲手折断白诗诗4肢时他绝望心死的模样，但他那时毫不在意，只一心给柳青青复仇。白诗诗居然找了别人，她不爱我了。他喃喃自语，从不可置信中反应过来后，愤怒涌上心头。柳青青这时也找了过来，他看着世子爷失魂落魄的模样，眼神中闪过怨毒。但很快柳青青收敛了神情，他执起谢思安冰冷的双手，柔声细语问道：“思安，你怎么了？”可此刻谢思安双眼赤红，他缓缓偏过头，看着眼前这张浓妆艳抹的脸，他突然扬起手，猛扇了柳青青一巴掌。那日是不是你在折磨白诗诗？是不是你把她逼走的？老鸨愣了片刻，慌乱上前阻拦：“世子爷莫要动气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”柳青青双手捂着脸，不可置信看着眼前的男子，她眼中蓄满了泪水。“思安，你误会我了，是姐姐说她年岁大了，该找个人托付终身了，所以才让我……”谢思安听完愣在了原地，他神情怔怔。白诗诗当真是这样说的？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此刻谢思安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去找回白诗诗。他挥开柳青青拦住他的双手，大步踏了出去。柳青青见他这副模样，顿时慌了，他连忙扯住世子爷的袖子：“世子，下人来通报，太妃让我们马上要回谢府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”谢思安不耐烦看了他一眼：“我要去找白诗诗，我不相信她就这么嫁人了。”柳青青本想阻止，可他眼珠一转，想到京城中的传言，说京城第一名妓居然嫁给了一个马夫，听说那马夫还是罪人之子。他压下心中的担忧，幸灾乐祸起来，
思安，我和你一起去，我一个人会害怕的。正好，我也想给姐姐送些贺礼，好祝福姐姐新婚快乐。谢思安脚步一顿，不知为何，眼前这个他心爱在意的女人让他无比烦躁。此刻他并不是很想让柳青青跟着他一起走，可柳青青再次挽上他的手臂，柔软的胸膛贴了上去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世子，我好不容易和你再续前缘，我真的不想再和你分开了。况且上一世那群乞丐就是趁我一个人将我。谢思安心软了一瞬，他回抱住柳青青，神情柔和下来。别怕，青青，有我在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人的伤害了。柳青青将脸埋进他的怀中，唇角勾起恶意的笑意。到最后，他们还是没时间过来找我。柳青青刚跟着世子走出几步，便不停地喊着身体不舒服，辅医一把脉，查出了他已经有了2个月身孕。再后来，太妃不允许谢思安再出去胡闹，给他在宫中找了个差事。而我待在沈墨的茅草房里，日子说不出来的惬意安宁。刚开始我还在怕柳青青和谢思安过来带我回去，但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无人来打扰我的生活，我心中逐渐安定下去。沈墨表面上看着穷，但是在万花楼干的时间长，他手中银钱并不少。他辞了万花楼的职位，找了个闲差。后来他怕巷子里的人说我的闲话，就让我在家里做做绣活，看看书。见我爱看画本，他便时常给我讲给我买。不同于谢思安，他自从被送出沈府便受罪吃苦，但正因此他眼界与见识也比常人更广。和他接触越久，我便越能理解眼前的人后来为什么能坐上将军之位。旁人调侃沈墨傻人有傻福，居然能娶到我这么贤惠漂亮的夫人。他总是微微笑着沉默不讲话，我以为他永远好脾气，可谁知在有人说我妓女出身，污蔑我有病时，他攥紧拳头便冲了上去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他比我相信的更在意我。沈墨，他从来都不傻。我从未想过，在沈家平反之后的第3年，沈墨刚坐稳将军之位时，我会再遇见到谢思安和柳青青。那日宫宴之上，我正在门口等沈墨接我，一道尖细的女声从身后传来。我转身，看见柳青青挽着谢思安的胳膊，她正用倦怕掩着嘴笑。谢思安的目光像毒蛇般粘在我身上。白诗诗，你真的嫁人了？他眼下泛着青黑，再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。我点点头，算是回应。他呆愣着，直直看着我，而柳青青佯装担忧。姐姐，你不能因为嫉妒我嫁给世子，就随便嫁了个马夫来惩罚自己啊！你这样，妹妹心里如何过得去？我皱眉看着她这般惺惺作态的模样。若是你来找我，就为了说这些，那便请回吧。柳青青冷哼一声，不满我沦落至此还装腔作势。可当他走上前来看清我一身华衣，眼中闪过嫉妒，他眸色逐渐阴沉，紧紧咬着牙关。凭什么他上一世受尽折磨，而我嫁给了一个无权无势的穷百姓便能过得这般舒适？这般想着，他说话尖酸刻薄起来。听说你嫁给的是万花楼的马夫，姐姐若是生活银钱不够用，我可以求世子给你夫君安一个职位。四周已有几位夫人侧目，我微微一笑，不急不恼，摇了摇头。谢思安忽然上前一步，扯起我的衣袖，便要拉我走。诗诗嫁给一个低贱的家奴，日子想必十分艰难。跟我回去吧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妾的位置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声音带了点怒气。我已经嫁作他人为妇，世子爷何必如此作践我？我冷声道：“请谢公子，请自重。”谢思安双目猩红，他再一次狠狠攥紧我的手腕。不管怎么样，赶紧跟我回去。就在我们僵持不动之际，一声洪亮的唱惹突然响起。谢思安的手僵在半空，只见一队侍卫分列两侧，沈墨身着玄色锦袍向我走来。整个大殿霎时安静下来，官员们纷纷行礼。见过沈将军。谢思安瞪大眼睛，嘴唇颤抖。前进去。一位礼部官员凑过来低声道：“谢公子还不快行礼，这是新晋的镇北将军，内阁首辅大人的长子沈墨。”谢思安面如土色，踉跄着后退2步。我趁机摆脱他的束缚，扑进沈墨怀中。沈墨眸色一沉：“夫人没事吧？”谢思安和柳青青面色大惊，他们没想到我家的马夫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将军。柳青青率先反应过来，她浑身颤抖地指着我们：“你竟然嫁给了他，凭什么？你应该被张老爷折磨致死才对，你应该过得凄惨才对。”他状态癫狂，失声尖叫起来，引来更多目光。四周响起窃窃私语。谢思安的脸色由白转青，额上渗出冷汗，他终于扑通一声跪下：“那下官有眼不识泰山。”沈墨看都不看他，只轻轻为我抚平衣袖。“夫人可受惊了？”我摇摇头，抚上额头上细微的疤痕，唇角微扬。“无妨，只是没想到3年过去，谢公子和柳妹妹还是这般热情。只是我早已离开了万花楼，若是无事，希望以后我们再也不要相见了。”沈墨这才看向地上发抖的谢思安，淡淡道：“滚吧，别脏了我夫人的眼。”谢思安如蒙大赦，拽着已经吓傻的柳青青连滚带爬的退下。我望着他们狼狈的背影，忽然觉得索然无味。曾经让我半夜惊醒的噩梦，如今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沈墨执起我的手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轻轻一吻：“夫人该入席了。”谢思安只能听着身后的起哄声，愤怒却不敢回头看一眼。我以为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柳青青，没想到她居然敢绑架我。出门给沈墨买书时，途经一个小巷，听到里面传来的呼叫声，我探头去看，却被一块帕子捂住口鼻，迷药的气味冲入鼻腔，我拼命挣扎，却感觉四肢越来越沉，刺骨的冷水泼在脸上。我猛地惊醒，发现自己被绑在一个破庙里。我看着面前笑得花枝乱颤的柳青青，故作镇静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她蹲下身，指甲刮过我的脸颊，眸中满是怨毒。“白诗诗，你以为当了将军夫人就高枕无忧了？”
庙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5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探头探脑地走进来，他们浑浊的眼睛在看到我时瞬间亮了起来，有个缺了门牙的甚至开始解裤带。柳青青冷哼一声，去把他的双腿打断，接下来想怎么享受都随你们。我身体止不住的发颤，仿佛仍能感受到上一世被做成人质的痛苦。我不可置信看向柳青青，柳青青，你疯了吗？她冷笑一声，狠狠甩了我一巴掌。贱人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？前世你抢走和世子成亲的机会，这辈子又勾引他念念不忘，你凭什么？我拼命摇着头，可不管我如何否认，柳青青都一心想让我尝尝她上一世受过的苦难。随着柳青青一声令下，乞丐步步紧逼，他们兴奋搓着手。这小娘子细皮嫩肉的，滋味肯定不错。我剧烈挣扎起来，柳青青，求你救我，求求你！但他又猛地扇了我一耳光。做梦，我就是要让你人人厌恶。柳青青冷笑一声，眼神癫狂。反正我今天就没打算让你活着离开这里。你知道上一世我为什么死吗？他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。我好不容易勾引到了一个富家子弟，可没想到被那个张老爷发现了。他目睹了我从富家子的房间走出来，就说我背叛了他，然后就把我4肢打断。你说可不可笑？但就算我死了，我也不要让你好过。所以我给世子爷写信，说是你在抓阄做的手段。那个张老爷是你派来折磨我的。我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柳青青笑得更阴森了，我浑身发抖，前世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谢思安对我态度的突变，他眼中日益增长的恨意，原来都是柳青青精心设计的骗局。声音颤抖，你骗了谢思安。柳青青的表情变得狰狞，她死死扯住我的头发。那又如何？他那么蠢，活该被我骗。她癫狂地笑了起来。明明这一世赢的是我，我成为了世子妃，为什么你不能老老实实嫁给一个马夫？为什么不管如何你都过得比我好？为什么不管如何都有那么多人在意你？说到这里，我的思绪斗转，反而冷静了下来。张老爷杀你是因为你骗了他，给妈妈交了赎身钱，你自由之后又勾搭富家子，对吧？柳青青愣了片刻，得意的表情崩裂。我继续说道，你本该有一个好前程的，是你自己葬送了自己的生命。你有想过妈妈有多么痛苦吗？上一世妈妈跪在你的墓前3天3夜，自责自己没有给你寻一个好归宿，要不是被人及时发现，她就……柳青青咬紧银牙，怒吼：“闭嘴！你撒谎，我不信你的话，你在撒谎！”柳青青用手指着我，癫狂地大喊着。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身对那几个乞丐使了个眼色：“好好伺候我姐姐，等这些乞丐想用完你，我会把你扔到最热闹的街口，让全京城都看看沈将军的夫人是什么货色。”男人们淫笑着走近，我拼命挣扎，其中一人伸手要撕我衣领，我猛地抬头撞向他，他惨叫一声后退。柳青青冲上来又是一耳光。按住他！庙门突然被踹开，木屑四溅，柳青青的狞笑凝固在脸上。诗2个声音同时响起。沈墨一身玄甲卫械，腰间佩刀泛着寒光，而他身侧谢思安的脸色比死人还白。柳青青手一抖，沈墨的刀已经架在了那个乞丐脖子上。5个乞丐扑通跪地，磕头如捣蒜。大人饶命，是这女人给我们1两银子。谢思安的眼珠开始充血。我都听见了。谢思安扯住了柳青青的头发，柳青青浑身颤抖，她想解释，可是她的喉咙被柿子狠狠掐住，她疼的呼吸都十分艰难。谢思安手部青筋暴起，他想就这样掐死对方，可片刻后他松开柳青青，突然对那几个乞丐露出诡异的笑容。你们不是收了银子吗？活儿还没干呢。乞丐们惊恐的摇头，沈墨的刀锋往下一压。世子说的话你们没听见？我这才发现沈墨眼中翻涌着比我更甚的杀意，他向来清冷自持，此刻却像头暴怒的狮子。柳青青被谢思安拽着头发拖到乞丐中间时，终于崩溃大哭。思安，可是为你生过一个孩子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谢思安大笑出声，他冷冷看着不停跪地磕头的柳青青，婊子养的杂种也配姓谢？我对不起诗，我做的错事我会自己赎罪，但你先尝尝诗上一世的苦吧。谢思安面容扭曲，好好伺候这位柳姑娘，本公子重重有赏。乞丐们面面相觑，但在沈墨冰冷的注视下，还是颤抖着围了上去。柳青青的尖叫声很快变成痛苦的哀嚎，谢思安就站在一旁看着，脸上带着病态的快意。第2日，沈墨带领一群士兵闯入破庙时，只看见6具尸体。沈墨帮我给柳青青下葬，巧的是埋她的地点跟上一次一模一样。这2辈子他终究是没有摆脱她的命运。在柳青青的墓前，消失无数天的谢思安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诗，我错了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是我的错，我竟然相信了柳青青的话，都没有查清真相就伤害了你。他不停扇打自己的脸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好好珍惜你的。我冷冷看着他，士兵一涌而出，控制住了谢思安，他终于得到应得的报应，进了牢狱之中。谢思安要被问斩之时，我再一次去看了他。我扶着孕肚站在死牢栅栏外，谢思安的手穿过铁栏想抓我一脚，他声音嘶哑的像磨砂纸。诗，你还在意我是吗？毕竟我们还有曾经的情分。我后退半步，冷笑出声：“你把我折断4肢，做成人质的情分。”谢思安瘫坐在地上，明日5时就要问斩的囚犯，此刻眼里竟真有一丝悔意。他盯着我隆起的腹部，突然呜咽哭了起来。我看着他，这辈子我们姐妹在你身上遭遇的苦难太多了，今后我不会再看见你了。走出地牢时，春阳正好，沈墨在马车边等我，铠甲卫械就赶来，他手掌温暖地附在我腹间。我们回家。
3个月后，产房里的血腥气被桃花香冲淡。当我把啼哭的婴儿抱到沈墨面前时，铁血将军被个小娃娃吓白了脸。我笑着看这对父子。窗外传来捷报声，新晋的镇北将军府双喜临门。我低头亲吻婴儿的发顶，忽然想起地牢里谢思安最后那句破碎的对不起。沈墨单手搂住我肩膀，怎么了？我摇摇头，有些仇恨随春风散了。有些心声正破土而出，婴儿突然咯咯笑起来，胖手指抓住一半飘落的桃花，桃花落尽，春深似海。镇北将军府的庭院里新栽的海棠开得正盛，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，沾了青石阶上的露水，软乎乎的，像极了我怀中刚满100日的孩儿沈念安的小脸蛋。念安生的极像沈墨，眉眼深邃，鼻梁挺直，唯独唇伴随我，温软小巧，哭起来时声音软糯，半点没有沙场将军后代的凌厉，倒惹得府里上下都把他当成了心尖宝。沈墨更是将这孩儿宠上了天，白日里在军营操练，夜里回府再累，也要抱着念安哄上半宿。那双握惯了长刀、沾过鲜血的手，拖着孩儿小小的身子时，动作轻柔的仿佛捧着稀世珍宝，连呼吸都放轻了几分。我靠在廊下的藤椅上，看着父子2人在院中嬉闹。沈墨将念安架在肩头，绕着海棠树慢慢走，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童谣，是他在万花楼马厩时听来往货郎唱的。粗陋却温柔，风拂过，海棠花瓣落在沈墨的玄色锦袍上，也落在念安的小襁褓上。时光静得像一汪春水，竟让我生出几分不真实的错觉。上一世在暗无天日的地窖里，被做成人人唾弃的人质，日日受着剜心之痛。那时的我从未想过，有朝一日竟能拥有这样的岁月静好。指尖抚上额角那道浅浅的疤痕，那是谢思安刻下的奴字，虽经名医诊治，终究还是留下了印记，却成了我此生最珍贵的警醒，提醒着我过往的苦难，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。府里的管家福伯轻手轻脚走来，躬身道：“夫人，京郊的万花楼老妈妈派人送了信来，说身子不大爽利，想请您过去一趟。”我心头一震，放下手中的绣帕，指尖微微发颤。自离开万花楼，我便与老鸨妈妈甚少联系，并非薄情，只是不愿再触及过往的伤疤，也怕那些烟杂事扰了如今的清静。可老妈妈与我有恩，当年在万花楼，她虽爱钱，却从未逼迫过我，待我和柳青青虽有利用，却也有几分真心的疼惜。上一世柳青青死后，她跪在墓前3天3夜，险些赔上性命，这份情我记了一辈子。备车，我亲自过去。我起身，沈墨闻声回头，将念安递给乳母，大步走来，握住我的手，眉峰微蹙。怎么了？可是出了什么事？是万花楼的老妈妈身子不好，我去看看她。我轻声道。沈墨的掌心温热，稳稳地拖着我的手，驱散了我心头的些许慌乱。我陪你去。他不假思索道。军营的事暂且交与副将，你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。我摇摇头，笑了笑。不过是去见位故人，无碍的。你留在府里陪念安吧，我带几个护卫便好，快去快回。沈墨沉默片刻，终究还是依了我，只是再三叮嘱护卫务必护我周全，又亲自将我送上马车，直至马车驶远。他还站在府门前望着，身影在海棠花影中温柔的不像话。马车行至京郊的万花楼，与往日的喧嚣不同，如今的万花楼竟添了几分冷清，门前的红灯笼蒙了些许灰尘，楼前的石板路也少了往日的车水马龙，唯有几个老鸨手下的丫鬟小厮在门口洒扫。见了我的马车，皆是一惊，连忙躬身行礼。我扶着丫鬟的手下了马车，踏入万花楼。楼内的琵琶声没了，丝竹声也淡了，唯有淡淡的药香萦绕在空气中。老鸨妈妈的房间在3楼最里间，我推门而入时，见她正靠在床头，面色蜡黄，瘦得脱了形。往日里那双总是笑盈盈的眼睛，此刻也没了神采。见了我，才勉强扯出一笑。是，你可算来了。他声音沙哑，伸出枯瘦的手握住我，掌心冰凉。我坐在床边，握住他的手，心头酸涩。妈妈，您怎么不早些告诉我身子不适？若是我知道，早就来看您了。老婆子这身子撑一天是一天，本不想扰了你的清静。你如今是将军夫人，金贵得很，哪能让我这阿扎地方的人坏了你的名声？妈妈说的是什么话？我眼眶微红。当年若不是您，我和青青早就在街头饿死了。您与我有再造之恩，无论我如今是什么身份，您都是我最敬重的妈妈啊！老婆子这辈子守着这万花楼，见惯了人情冷暖，看遍了世态炎凉，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，只是心里总搁着些事，想跟你说说。他顿了顿，喘了口气，继续道：当年你和青青抓阄，你自愿留下，老婆子虽喜滋滋的应了，可心里终究是愧疚的。你性子柔，却比青青有主见，本是个有福的，却偏偏摊上了谢思安那混小子。青青那孩子性子太急，心眼也小，老婆子不是不知道，只是想着他也是个苦命的，便多疼了几分，谁知竟养出了他那副心性，到头来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你。都过去了，我轻声道：青青她也有她的苦，只是走了歪路。苦？这世上谁不苦？老鸨妈妈冷哼一声，眼中闪过几分恨铁不成钢。可苦不是作恶的理由，他上一世落得那般下场，虽是张老爷的歹毒，
可也有他自己的咎由自取。他总觉得所有人都偏心你，觉得你抢了他的一切。可他何曾想过，当年谢思安最初看上的本就是你，是他哭着闹着求老婆子，想让老婆子在抓阄上做手脚，老婆子没答应，他便记恨了你一辈子。我心头一惊，竟不知还有这般隐情。上一世我总以为柳青青的怨恨不过是因为抓阄的结果，却没想到竟是她早有预谋，只是未能如愿，便将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了我身上。老婆子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老鸨妈妈的声音带着哽咽。当年他将你绑起来送给张老爷，老婆子其实是知道的，只是那时他已经是世子妃，谢思安护着他，老婆子人微言轻，根本救不了你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受折磨。后来听说你嫁给了沈墨，老婆子才松了口气，知道你终于熬出头了。他从枕下摸出一个红布包递给我，这是老婆子这辈子攒下的一点积蓄，不多，都是干净钱，你拿着给念安买些玩意儿，也算老婆子的一点心意。我推回去不肯接。妈妈，您留着自己用，府里不缺这些，您好好养身子才是正事。你这孩子怎么还跟老婆子客气？老鸨妈妈佯装生气，将红布包塞进我手里。老婆子没多少日子了，这些钱留着也没用，你若是不收，就是嫌老婆子的钱脏。我拗不过他，只能收下。红布包入手沉甸甸的，里面不仅有银子，还有几枚成色极好的玉佩，想来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。与老鸨妈妈聊了许久，直至日暮西斜，我才起身告辞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反复叮嘱：诗诗，你是个有福的，沈墨是个好男人，你要好好跟他过日子，好好抚养念安，往后再也不要踏入这万花楼，再也不要想起那些糟心事了。我点头应下。走出万花楼时，夕阳正落，将天边染成了一片橘红，万花楼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像一段尘封的过往。上了马车，我将红布包抱在怀中，心头五味杂陈。那些关于万花楼、关于柳青青、关于谢思安的记忆，如同潮水般涌来，却不再让我感到痛苦，只觉得恍如隔世。马车行至半路，突然被一队人马拦下，为首的人一身官服，面生得很，见了我的马车，便拱手道：“可是镇北将军府的白夫人，下官是顺天府尹，奉圣上旨意，请夫人随下官入宫一趟。”我心头疑惑，圣上突然召我入宫，所谓何事？沈墨如今深得圣上器重，镇守北疆，刚立了大功，圣上对将军府向来恩宠，怎会突然单独召我入宫？不知圣上召我有何要事？我掀开车帘，沉声问道。顺天府尹面露难色，下官也不知，只是圣上口谕，让夫人即刻入宫，不得耽搁。我心中虽有疑虑，却也不敢违抗圣命，只得让护卫先回将军府告知沈墨，自己则随顺天府尹入宫。公车驶入皇宫，一路行至御花园，圣上正坐在凉亭中，身边站着一位衣着华贵的妇人，看衣着打扮，应是宫中的太妃，而那太妃的眉眼竟与谢思安有几分相似，想来便是北平侯府的太妃，谢思安的母亲。我躬身行礼，民女白诗诗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妃。圣上摆摆手，示意我起身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几分探究。你便是镇北将军沈墨的夫人，昔日万花楼的白诗诗。我心头一紧，面上却依旧镇定。回陛下，民女正是。果然是个绝色佳人。圣上笑了笑，沈墨好眼光，能得你这样的女子为妻，是他的福气。我垂手不语，不知圣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一旁的北平侯太妃突然开口，声音带着几分凄楚：“白夫人，哀家知道你与我们逆子谢思安之间有许多恩怨，他如今深入大牢，明日便要问斩。哀家知道他罪有应得，只是他终究是哀家的独子，北平侯府的独苗。哀家求你能否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向圣上求个情，饶他一命。”他说着便要向我下跪，我连忙侧身避开，心头冷笑。往日的情分，谢思安对我做下的那些事，断我手脚，刻我肌肤，将我做成人人唾弃的人质，那般深仇大恨，何来的情分？太妃娘娘言重了，我沉声说道。谢公子所犯之罪，皆是天理难容，残害良民，构陷忠良，甚至意图谋害朝廷命官，此等大罪，按律当斩。民女一介妇孺，岂敢干预朝政，向圣上讲情？你怎能如此狠心？北平侯太妃红了眼，指着我骂道：“若不是你，我儿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若不是你当初勾引他，又弃他而去，他怎会被柳青青蒙蔽，做出那些错事？白诗诗，你就是个红颜祸水！”我抬眸，目光冷冷地看着他。太妃娘娘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当年谢公子于万花楼看中我与柳青青，是他自愿为我们赎身，并非我勾引他。后来我自愿放弃世子妃之位，让与柳青青以示仁至义尽。可谢公子却对我百般羞辱，柳青青更是对我赶尽杀绝。若非我命大，早已死在他们手中。谢公子今日的下场，皆是他咎由自取，与我无关。你……北平侯太妃气得浑身发抖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圣上轻咳一声，打破了僵局。太妃休得无礼。
白夫人所言句句在理，谢思安罪大恶极，朕已下旨，明日午时问斩，此事已成定局，不可更改。他看向我，语气缓和了几分。今日召白夫人入宫，并非为了谢思安之事，而是朕听闻白夫人不仅貌美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尤善抚琴。今日雅兴大发，想请白夫人抚上一曲，不知白夫人可否赏脸？我心中的疑虑终于消散，躬身道：“民女遵旨。”工人很快取来一架瑶琴，放在凉亭中。我坐在琴前，指尖抚上琴弦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上一世，我为谢思安抚琴，曲中皆是情意，却换来他的百般猜忌与残忍对待。这一世，我为圣上抚琴，曲中皆是平静，是历经风雨后的淡然，也是对眼前幸福的珍惜。指尖轻拨，琴声缓缓流出，一曲终了，余音绕梁。圣上抚掌大笑，好一曲平沙落雁。白夫人的琴技果然名不虚传，比那宫中的乐师还要胜上几分。我起身行礼，陛下过奖了，民女只是略通皮毛。不必过谦。圣上笑道：“沈墨有勇，你有才，你们二人真是天作之合。朕今日便赐你锦缎100匹，黄金100两，望你与沈墨好好相守，为他打理好家事，让他无后顾之忧，为大朝镇守北疆。”民女谢陛下隆恩。离开皇宫时，夜色已深，马车行至将军府门前，便见沈墨站在府门前，周身的寒气几乎要将夜色冻住。见了我的马车，他大步迎上来，一把将我拥入怀中，声音带着几分后怕：“诗诗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急死我了。”他的怀抱坚实而温暖，驱散了我入宫后的所有疲惫与不安。我靠在他怀中，轻声道：“我没事，只是圣上召我入宫抚琴，还赐了许多赏赐。”沈墨松开我，低头看着我，指尖抚上我的脸颊，眉峰微蹙。是不是有人难为你了？我听说北平侯的太妃也在宫中。无妨，不过是说了几句闲话，我没放在心上。我笑了笑，握住他的手。谢思安的事已成定局，明日午时便要问斩了。沈墨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。他罪有应得。回到府中，念安早已睡熟。沈墨坐在床边，看着念安熟睡的小脸，指尖轻轻拂过他的眉眼，轻声道：“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”我靠在他身边，看着眼前的父子二人，心中一片安宁。是啊，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了。谢思安明日便要伏法，柳青青早已命丧破庙，那些过往的苦难，那些刻骨铭心的仇恨，终究都会随时间消散。